高考路上我救了心脏病突发的女生，而她却毁了我全家，只因说我施救途中摸她胸口，玷污了她清白，最后竟跳楼自杀了。于是我们全家遭到网暴，父母更是惨死在车轮底下，我也被人围殴，最后被楼梯上的刘滑倒磕死在台阶上。临死之际，我竟看到青梅竹马的妹妹柳茉莉拿着油壶邪魅的冲我笑着。前世冲刺救人，却换来了家破人亡。那么这一世，我选择隔岸观花。我从小就是别人家口中的孩子，不仅成绩优异，还是当代吴彦祖，同学们都围着我转，而我却一心扑在学习上。有人爱而不得，恨意横生。前世那个因心脏病晕倒的女生就在前面等公交，我故意放慢脚步欣赏起了旁边的野花，因为就在刚刚我重生了，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此时离公交站台仅50米，这条小路出去拐个弯就到了。隔着墙角稀疏的树影，隐约能看到正月的身影，但我根本没往那边看一眼。我用脚踢着一颗小石子，结果不小心踢中了，它撞在电线杆又反弹到了身后，咕噜咕噜掉到路下边的排水沟里。我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减慢行走的速度，尽可能多的在摄像头下露面。正在此时，正月像喝醉酒似的歪倒，而我却刚好回头，追着石头跳下了干涸的排水沟，又被旁边的灌木擦到眼镜。于是我将近视400度的眼镜装了起来，我将一颗颗圆圆的小石子找出来，整齐的摆在路牙上，愉快的拍照发朋友圈，记录如此美好的时刻。再往前走有一个小花园，一位大爷正在给花浇水，房檐下的摄像头正对着我，我停下脚步跟大爷热情的打招呼，故意在他家监控下露了露脸。5分钟后，我眯着眼举着一颗像极了心形的石头，仰着头一边走一边读单词，悠哉悠哉的经过了正月倒下的地方，余光能瞥到此刻的他正蜷缩在绿化带里抽搐不止。一群大妈有说有笑的走在前面，正好公交车到了，我赶紧冲过去上车。公交车启动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我没有回头就能猜到，想必是发现了倒地的正月了。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了呢？其实重生后我完全可以回家找我爸开车送我，也可以换一条路走，或者打车。可我为什么要换？为什么要跑？这条路是他家的吗？我就要在他唾手可得的地方，看着他一寸一寸的滑进地狱，冷作壁上观。忏悔是坏人该做的事，而不是好人。一路顺利，到达考场时还有20分钟。这是我第2次参加高考了，前世为了救他差点迟到，还考了658分。这次我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相信会比上一世更好。顺利考完第1科出来，回家吃了饭，午睡前看了一眼手机，没有正月的报道。睡醒之后，我妈给我投了个湿毛巾擦脸。早上有个考生在公交站台突发心脏病，送到我们医院进了 ICU， 不知道能不能救活。我也听说了，真是可惜，这么小的年纪，嗨，儿子还要考试。别说这些了，免得吓到他。我父母善良，还在同情他不能考试，却不知道前世我们全家都是被他害死的。你不是说我施救不专业占你便宜吗？想必你更喜欢现在的结果吧。下午我继续去考试，但不想再坐公交了。我爸用电动车送，失去过一次，现在我特别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爸，等高考完咱们回老家看爷爷奶奶好不好？那怎么行？你马上要上大学了，我还得给你攒钱买房呢。哎呀，钱什么时候都能赚，可是高考的暑假只有1次啊。而且我们都3年没有一起回老家了。为了高考，我过年都留在江城补课，您跟妈总要有一个人留下照顾我，所以我们全家都3年没有团聚了。君子不立危墙，智者不斗疯子。考完之后，正月他们肯定会蓄意报复，所以36计走为上。我爸有些犹豫，为了打动他，我不惜拿出绝招。爸爸，于是大街上出现惹眼的一幕，一个18岁的大男孩拽着父亲的胳膊撒娇，路人都露出好笑又羡慕的眼神。多少年都不撒娇了，我爸快受不了了。你给老子坐好！我爸笑得嘴都咧到耳后根了。行，我今天才进了货，再卖1天就不进了。咱后天回家，在家里查分数，让爷奶也高兴高兴。临近考场，回头看到我爸满目慈爱地望着我，我调整心态给自己打气。齐天，加油，这一世定不会让悲剧重演。答题非常顺利。走出考场后，爸爸又来接我。回到家，我妈去上晚班了，爸爸去做饭，我洗了个澡就回了房间。打开手机，网上仍是风平浪静，看样子没有我的施救。正月的病情很重，暂时做不成妖了，但我太清楚他家人有多难产，麻烦还在后头呢。其实我和他还是初中同学，不过初一开学不久我就考进了火箭班，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还是前世他在视频中自己透露的，说我那时候就觊觎他，就他跟地沟里的老鼠一样，头发永远油乎乎的，身上总是有股怪味，而我则有点小帅。我们要是走在一起，说我猥亵他，根本没有一点说服力。如果不是他跳楼死了，我绝对有反转一切的机会。可惜没有如果。前世我被网暴时收到一张匿名发的照片，一间残破的房间里，墙上贴满我的照片，还有我曾经遗失的各种小物品，比如打球丢失的毛巾、水壶、用过的笔，甚至穿过的内裤、球鞋等等。那张图片附的文字是正月的家，所以正月一直在窥视我的生活，甚至不惜做小偷、翻垃圾桶，是个妥妥的阴湿变态，还是自己活够了的那个。他高考时出现在那个公交站台根本不是偶然，而是精心设计过的。正月的父母重男轻女，打算等他高中毕业之后就把他嫁人。前世他死前打电话给我，说如果我愿意跟他结婚，给他父母100万彩礼，就向网友澄清一切。我的感受就像一只老鼠非要我亲他一样，直接恶心吐了。之后没几天就跳楼自杀了。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录音了，但是没有用，一句死者为大就让我不能翻身。可我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我会在那里坐公交车的呢？又是为什么跳楼自杀呢？猛地我想到前世科死的时候，模糊中看到了对门邻居柳茉莉，柳茉莉和我是同班同学，
两家是10几年的老邻居，经常见面打招呼，表面上看很和气。他父母都是私立中学的老师，对他非常严格，一天什么时间起床吃饭做作业睡觉都是有计划的，而且精确到分钟。如果超时或者哪项没有完成，就要处罚。我和他的卧室仅仅隔着一堵墙，前世无数次听到他父母骂他猪脑子，还不如隔壁卖麻辣烫的。我爸在开店之前在小区门口卖过一段时间麻辣烫，得到市场肯定后才开了店，后来盘了个铺子升级为旋转火锅。虽然个体户不如老师体面，但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他们凭什么瞧不起人？隔壁那对夫妻打骂孩子，总是拿我来跟他对比，而我父母开明慈爱，对我温柔爱护。柳茉莉嫉妒的可能性非常高。第二天继续高考，我比前世考的还要好，清北肯定没问题。出考场后，我跟我爸说要和同学出去玩，其实是去电脑城买了3个隐形摄像头。我行事无愧于心，又长得人高马大，他们俩加起来都不是个儿，就怕他们耍阴招害我父母，所以不得不防。一个装在我家老旧的防盗门里，外面用过年贴的立体福字掩着，很难发现；一个装在客厅，一个装在我房间窗台与檐顶部，角度稍微偏移就能将柳茉莉2/3的房间尽收眼底。如果他开着门，连他家客厅都能看到。结果刚刚装好连上监控与屁屁，我就吓得差点摔了手机。只见柳茉莉正对着床的墙面上贴着我的半身像，上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巨大的叉。只见柳茉莉正对着床的墙面上贴着我的半身像，上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巨大的叉，留下的液体像血，脸部更是被飞镖钉烂了。我终于确定前世他也是害死我的主要凶手之一。前世给我发那张照片的人应该也是他。我后来查过那个账号，却被注销了，但这会儿照片还没发。我注册了一个新号找过去，发现果然是柳茉莉的账号，可能只是小号，动态不多，却足够令人触目惊心，居然都是虐待小动物的视频。一想到和这种变态做了10几年邻居，我顿时出了一身白毛汗，连忙将看到的内容全部截图录屏。我在他的关注栏里找到一个眼熟的头像，登录主账号后看到的我的粉丝里也有这么一个人，对方一条动态都没有发过，但我对他有印象，以前只要我发动态他必定会看10几、几十次。我怀疑他是正月。我把之前捡的星形石头和我家阳台的花放在一起拍照发了一条动态，又配上一篇青梅竹马的小甜文。高考结束第2天，我妈请了半个月年假，我爸关店休息，一家3口回了老家。终于在亲人们热烈的拥抱中，我找回了久违的安全感，卸下高考的压力，我彻底放飞自我，带着弟弟们和狗在乡下田间疯玩，仍不忘关注着正月的事情。在他进 ICU 的第6天后，终于醒了，和前世一样，他在网上控诉当时出现在公交站台上的所有人。7个大妈，还有公交车司机，说我们对他见死不救。他确实可怜，因为耽误太久，从心脏病发到被发现中间间隔了20分钟，而发现的大妈不会19，等救护车又用了20分钟，一共40分钟，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恶性心律失常、习惯性心肌缺血、脑损伤、严重肾衰竭的情况。他才18岁啊，还是在参加高考的时候，人生最重要的时候，却遭遇了人生滑铁卢。因为他太惨，所以我们这些路人就要为他的悲惨买单吗？和前世一样，我们所有出现在站台的人都被网友大巴特巴，明明我走在最后面，却是首当其冲被扒皮的，就因为我也是高考生。不知道是谁把我6点30分出门的照片发到了网上，说明明我5分钟就能走到公交车站，却足足挨到7点15分才出现在那里。退1万步讲，我走的那么慢，难道没有责任吗？好一个退1万步，再退我都直接反向到考场了。我爸认出送我栀子花的大爷是店里的老顾客，联系上对方跟他要了院子里的监控录像，上面的时间清晰可见，连我和大爷的对话都清清楚楚。我7点整的时候还在和他一起摘花泥，虽然离公交站台很近，但隔着一个转角，根本看不到公交站。我还没戴眼镜，大爷帮我跟后面几户要来监控，证明我一直就在那条小路上。直到那群大妈出现我才去公交赶，而公交上的监控也证明我在公交车站台前就上车了，压根就没有上过站台，没和正月碰面。如果这都能怪在我身上，那天清晨柔和的风和芬芳的空气也有错了。我证据充足，哪怕有人故意带节奏也没用，反而让我获得了很多同情。毕竟我也只是一个高中生啊，走自己的路，没招谁惹谁，却不得不避到乡下，连生意都做不成了。那些大妈更是战斗力强悍，人家发现正月之后立刻打了120，还有人录像，足以证明从发现到被救护车拉走，没有任何人碰过正月一下，从根源上杜绝了被讹的可能。见证加歪缠，反手请律师起诉他们讹诈诽谤。果然，大妈还得是大妈，尤其是爆炸头大妈，那可是江城一霸啊！惹上他们算是惹对了，不像我过分天真，有7大护法在，我们一家倒是没什么事情。上一世这7位大妈攻击我的时候，那可是毫无人性的，这一次让他们给我挡枪，很合理吧？就在正月醒来的那天，我发现我的社交平台上他的账号访问了100多次，于是我每天发一张茉莉花的照片，也不写文案，只用各种 love you、miss you 的粉红色贴纸装饰。他跟疯了一样，每隔10几分钟就访问一次，凌晨3点还在刷，真希望他熬夜猝死。可惜祸害活1000年，他不仅没死，还在网上搞直播博同情，说他们家贫穷，连 ICU 的费用都是欠着的。他是高考生，自带热词和流量，美颜开到最大镜也有几分楚楚可怜，还真有不少人给他刷礼物捐款。半个月后，高考成绩终于出来了，我全家都围坐在电脑旁。前世我顶着那么大的压力都考了658分，这一次我不知道考了多少分，反正查分数的时候没查出来。我爷爷瞪大眼睛，还以为老家网不好，怎么没有呢？我爸刷新了几下还是没有，急得汗直流。我扶着爷爷，怕他太兴奋摔了，小声说：“爷，高考前50名是不显示分数的。”我爸妈这才反应过来，兴奋的蹦蹦跳跳，把全村人都吸引了过来。老三啊，咋这么兴奋嘞？是不是天天考上清北了？村里人都是一个姓，我考上清北那是光宗耀祖，爷爷整个人都抖起来了。我真害怕他出点啥状况。乖孙啊，爷是高兴，还傻愣着干嘛？快去镇上订菜，
再通知亲戚准备办大喜。还定啥？我家留着一头大黑猪，准备送礼的。杀了杀了，酒我也有。正经的大毛子。整个村子都动起来，奔走相告。我爸的手机就是这会儿响起来的，我一看号码就知道是清北招生办的，赶紧提醒他。凌晨3点还在刷，真希望他熬夜猝死，可惜祸害活千年。他不仅没死，还在网上搞直播博同情，说他们家贫穷，连 ICU 的费用都是欠着的。他是高考生，自带热词和流量，美颜开到最大镜也有几分楚楚可怜，还真有不少人给他刷礼物捐款。半个月后，高考成绩终于出来了，我全家都围坐在电脑旁。前世我顶着那么大的压力都考了658分，这一次我不知道考了多少分，反正查分数的时候没查出来。我爷爷瞪大眼睛，还以为老家网不好，怎么没有呢？我爸刷新了几下还是没有，急得汗直流。我扶着爷爷，怕他太兴奋摔了，小声说：“爷，高考前50名是不显示分数的。”我爸妈这才反应过来，兴奋的蹦蹦跳跳，把全村人都吸引了过来。老三啊，咋这么兴奋嘞？是不是天天考上清北了？村里人都是一个姓，我考上清北那是光宗耀祖。爷爷整个人都抖起来了，我真害怕他出点啥状况。乖孙啊，爷是高兴，还傻愣着干嘛？快去镇上订菜，再通知亲戚准备办大喜。还定啥？我家留着一头大黑猪，准备送礼的。杀了杀了，酒我也有。正经的大毛子。整个村子都动起来，奔走相告。我爸的手机就是这会儿响起来的，我一看号码就知道是清北招生办的，赶紧提醒他。我爸的手机就是这会儿响起来的，我一看号码就知道是清北招生办的，赶紧提醒他。我爸双手发抖，点了几下都没接住，气得我爷一把夺过手机，嘴里咕哝：“没出息！喂啊，我是你爷爷，不是你是我乖孙啊，不是，我是齐天的爷爷。对，好，谢谢，好，谢谢。”我爸把耳朵凑上去，2张脸把手机都快夹没声了。我几次伸手想开免提都被挡回来了。我妈和我奶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挂了电话，我爷和我爸都泪流满面，一人一边抱着我。天天啊，是清北大学，你考上清北大学了。我这才知道，考了708分，是省状元。老家本地电视台直接找到我们村，我接受了采访，无数家长对我赞不绝口。我在网上爆火，之前被正月污蔑的事情再次成为大热话题，直接上了热搜。我被给予了更多同情，相对的正月被骂得体无完肤，真实照片和学渣成绩都被扒出来，直播间一片骂声，说他丑人多作怪。我初中、高中的校领导一个劲儿的给我爸打电话，要给我发奖金。我爸坐不住了，要回江城开门做生意，要赚钱，升学宴只能暂时推后几天。我爷奶都没意见，他们都怕我们不再录取通知书被人偷了。他们那个年代，大学名额被人顶替的是多着。还想在乡下待到正月的事情结束呢。回到江城，车刚到小区门口，我们就被夹到乡营了。状元回来了。我爸是做生意的，小区每个人都认识他。齐老板，你们平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708分是怎么考出来的？也没怎么教育，他一直都是年级前3。他平时吃什么？看什么书？吃我家的麻辣烫啊！我家的麻辣火锅是牛骨汤底，你们看他这大高个儿，就是喝牛骨汤长的。真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啊！我以前就觉得你是状元苗子。我被大妈们上下其手说要沾财气，来年自家孩子也金榜题名，好不容易脱身，又被我爸叫住。你们快去店里开门打扫一下，我去进货，争取这几天把你的学费干出来。他太低估状元的含金量，不等他进货回来，附近的街坊就要把我家店击垮了。邻居争相帮忙，还提议我妈把盛记火锅改成状元火锅。说这话的时候，我同学们正好赶到，我差点掩面而逃。齐天，恭喜你啊！我们班这次考的都不错，都抄了1本线，重本也有不少。寒窗10年，一朝金榜题名，真就应了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每个人都在夸我，可前世对我扔烂白菜、砸臭鸡蛋的也是他们，我家的生意爆火，一直忙到凌晨，所有食材都卖光了才打烊，整条街的生意都被带火了。街角的花店还给我们送了一大束花，爸妈亲密的拉着手走在前面，我抱着花走在后面，以红玫瑰当前景自拍了一张，背景是我们家门口，也拍到隔壁柳茉莉家。回到家洗漱完之后，打开手机，果然看到郑月正在访问我的主页。我这个账号是实名的，不少同学都知道。这会儿不少人给我点赞，问我是不是谈恋爱了。我没有否认，留给某人无限遐想。当我查看监控时，吓得大叫起来。他就在窗口，直勾勾地看着我这边，摄像头正好对着他黑洞洞的眼睛。柳茉莉贴着墙，眼睛盯着我的窗户，因为角度问题，我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看到他披散的黑发和白裙子，跟某个电影里的什么似的。发现听不到我这边任何动静之后，发疯一样拿起飞镖对着我的半身像一顿猛扎。我毫不怀疑，如果我在他面前，他会把我捅烂。我赶紧拿起哑铃，一边练一边回看前几天的监控，发现高考结束那天，柳茉莉的父母弄了套高考试卷，带着她重做了一遍，一直到凌晨2点。第二天一早，夫妻俩就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殴打。因为柳茉莉发挥失常，成绩出来后只考了490分，她被打得躺在地上好半天才爬起来。那天夜里，她像个怨灵似的站在我窗边，看了整整1夜。之后天天如此。什么恐怖片都没有一个女的隔着墙隔着窗用漆黑的眼睛看你一整夜恐怖吧？可是这些与前世我全家惨死相比，又算什么呢？我强忍不适，将窗帘拉开一半，也靠在墙边，从窗外自拍了一张。镜头里不仅拍到我的侧脸，也拍到了柳茉莉。这次我配了文案，别怕，有我在。果然正月1秒上线，而我将这条仅对她可见的动态删除。图片我还设置了阅后积粉，不能截图，不能录屏，没有在平台
台留下任何痕迹，却能在疯批的心里留下深深刻痕。我删除动态之后，又分享了一首《小星星》。柳茉莉每次挨打之后就会播放这首歌。这个动态正月从凌晨到4点持续访问，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接下来1个星期，我每天都这么搞。终于到了正月出院的前一天，初中校友群里大家组织一起去看望他，还有同学约我一起，我直接退了群，把仅剩的几个初中同学都拉黑了。正月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诬告我对他见死不救，新闻闹得那么大，我不信你们不知道，现在给我装什么圣母呢？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我有多恶心他，而我多恶心他，与柳茉莉就有多甜。每天晚上我们都隔墙对望，听同一首歌，看一样的星空。正月出院的那天，我们一家3口包袱款款的回了老家，带的全都是我高中时的资料。我妈跟我说，柳茉莉的爸妈还为这事找过她。他说柳茉莉没发挥好，要复读，想借你的资料。我说都送人了。他们2口子以前看到我和你妈都用鼻孔对人，这次你给咱们争了气，可咱们也不是包子，凭啥借他？我是高考状元的消息一出来，小区里的人都来我家把我用过的资料、本子，连铺桌子的垫子都换走了，就差把我的衣服也扒了去，用茶叶、烟、酒各种礼品来换，客气的不得了。虽然我们都没收，但心意收到了。凭啥他家舔着张大脸就敢张嘴要？我爸嘚瑟的要上天了，把我重点复习的资料都藏着，这次带回老家给弟弟妹妹们用，以期家里再出几个读书苗子。家里爷奶、叔婶都快把我们供起来了，夸我是文曲星下凡。我在老家办升学宴那天，正是城里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一整天都在接待亲戚，得空才能上一会儿网。从一些高中同学的朋友圈里看到他们晚上确实有聚会，柳茉莉和正月还是同一场。开宴前，爷爷带着我上祖坟烧纸，告诉祖宗咱家出了个状元。袅袅青烟中，我向祖宗们磕头许愿，希望正月的疯批病今晚发作把柳茉莉带走。却没想到我家祖宗是真灵啊！深夜我都快睡着了，被电话惊醒，来电是我同班同学。齐天，正月死了。深夜我都快睡着了，被电话惊醒，来电是我同班同学。齐天，正月死了，快看群里。我打开高中群，看到很多实时上传的图片、视频，很快拼凑出事情的始末。就在我家不远的那条街上，聚会结束的同学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等车。柳茉莉和正月走在一起，突然吵了起来。大家听到原来正月高考那天等公交时，正在和柳茉莉打电话，一时受了刺激才犯病的，两人打成一团。就在这时，一辆运砂石的泥头车快速驶，正月突然发力将柳茉莉推向马路，柳茉莉也是个狠人，死死拉着他，两人同时被卷入车轮下。正月当场被碾断脖子，柳茉莉则被碾断了双腿，还拖行了一段，身体严重擦伤，满地都是皮肉和血，和前世我的父母何其相似啊！现场的同学吓哭的吓哭，吓吐的吓吐，还是路人报的警。等帽子叔叔来了，才被各自家长领着离开。我在被窝里放声大笑，笑出了眼泪。柳茉莉被抢救了2天才醒来，听说臀部以下都截肢了，身上的皮被磨掉了大半，只能移植鱼皮。泥头车被找到，却是一辆即将报废的破车，而且人家司机是正常行驶，总之赔不了多少钱。我们办完升学宴又住了2天才回江城，刚到小区门口，便看到一群人拉着一个板车，气势汹汹地朝小区走来。我认出打头的正是正月的爸爸，我们偷偷猫在一旁看热闹，这才知道板车上拉的居然是正月的遗体。这么热的天只放了一些冰块，都有味道，大家都避之不及，远远地看着，议论纷纷。柳茉莉的父母闭门不出，当天夜里偷偷搬走了。郑家没有停止闹腾，拉横幅哭丧，也不给正月下葬，天天在网上嚎，天天在网上嚎，连帽子叔叔都管不了。柳茉莉一家被开盒，开除柳父柳母在校时漠视学生被霸凌，收家长钱，高压教育方式致学生抑郁等，身败名裂。我浑水摸鱼引导网友扒出柳茉莉虐猫虐狗的小号，一时之间引起全民公愤。她社交网页里全是诅咒，极端的爱猫爱狗人士往她住的病房寄花圈，在网上给她 P 一照，骂他们一家都是恶魔，罪该万死。前世发生在我们一家身上的事情，全部在他们家身上重演了。我每天都打起精神，不敢有半点马虎。两人，一个生物老师，一个化学老师，谁知道会干出什么事？万一化身郭姨、郭叔呢？我每天都如临大敌，严防死守，像小孩子一样成天黏着爸妈，不让他们落单。我爸妈开始还觉得我闹着玩，听完我的分析后，也谨慎小心起来。直到1个星期后，官方通报了一场重大集体投毒案件，泥头车所在的公司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了正月家50万。正月的遗体也确实放不住，郑家人这才回老家办丧事。正月的父母自从揭露柳茉莉父母的恶行之后，尝到了流量的甜头，不仅邀请了全村人都来吃席，还请了很多博眼球的自媒体人，上百人同时直播，无底线的博流量，荒诞又滑稽，现场热闹极了，一点不像丧礼，更像是发布会。可是不知为何菜一上来全部倒下了，那可是直播，听说在线观看的人数超过100万，隔着网络眼睁睁看着惨案发生，最后竟然查不到原因。就在几天前，柳茉莉受不了自己变成残废的事实，趁父母睡着隔晚自杀了。她的父母受不了舆论刺激，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吸去。看到这个结果，我终于放下心来，带着父母殷切的叮嘱和亲人的期待与祝福，走向光明的前途，也明白一个道理：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